大家好，这里是熊妹聊电影，我是熊妹儿。今天来说一部惊悚片《夺命公寓》。受够了渣男老爸的金发妹儿决定搬出去独立生活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条件不错、邻里也和谐的社区，除了不让带宠物，这里堪称 perfect。只不过这个小区也太抢手了吧，仅有的一间房子还被很多人抢。金发妹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填了申请表，数日后接到了社区电话，她竟然通过了申请。想到有个地方可以落脚，还有一群热情的邻居，他恨不得立马住进去。哎呀呀，果然是个世外桃源呐！这里不但有热情的小鲜肉，还有暖心和蔼的老婆婆，管理员大叔烤的肉还贼香。除了有个奇怪的独眼哥，让人有点害怕。可以说这里个个都是人才，说话又好听，让人不喜欢都不行啊！推杯换盏，温情寒暄后，酒足饭饱的金发妹儿睡意朦胧。可她刚躺下，就听到墙壁里响起叮叮咚咚的声音。这半夜三更的，哪个神经病还在搞装修，真是让人受不了。不过想到邻里关系，金发妹儿还是决定忍一次。可是接下来的几天，响声根本没停过，金发妹儿真是要崩溃了。再也忍不了的她决定天亮就发飙。这飙还没来得及发，金发妹儿先被打了一耙。原来她偷养宠物的事被人知道了，还被举报了。走出门，金发妹儿有一种被针对、被监视的感觉。哎，说好的世外桃源呢？画风怎么转变这么快？金发妹儿将她的遭遇讲给同事卷发妹儿听。性格刚硬的卷发妹儿像个大姐姐一样鼓励金发妹儿。她说：“你要是孤单寂寞冷了，就多看熊妹儿聊电影的视频。你要是压力山大，人生迷路了呀。” I just remind myself that it's my fucking life. My fucking life. Yeah, it is, girlfriend. 有了大姐姐的安慰，金发妹儿当晚很快入睡。忽然，她听到了微波炉的声音，打开一看，我的妈！猫咪被当场火化，小鲜肉冲进来把金发妹儿绑了起来。没搞清楚状况的金发妹儿奋力挣脱绳索，冲出房间，大声呼救。看到有邻居赶过来，金发妹儿还以为得救了，下一秒就被黑大妈狠狠黑了一手。金发妹儿再次被抓了起来，热情的邻居们都像变脸一样，用看病人的眼神看着金发妹儿。这特么到底什么情况？金发妹儿彻底懵逼。再次醒来，金发妹儿被囚禁在小屋里。社区管理员告诉她，她一切与外界的联系都被掐断，工作帮她辞了，闺蜜也帮她断交了，银行卡啥的也都停了。现在金发妹儿就是一个隐形人。这社区里的人都这么厉害吗？随随便便能让一个大活人人间蒸发？金发妹儿不过就是私自养了只猫而已，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？金发妹儿也是一脸迷惑。管理员懒得多解释，只说你有罪，你要听话才能被救赎，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。他们擅自将金发妹儿关起来体罚她，强制让她天天提臀，提不到位就要被打骂。脆弱的金发妹儿起初还想反抗，没过多久她就撑不下去了。她放弃挣扎，开始接受邻居们的伤害和洗脑。她被调教的分辨不出是非对错，只能遵从社区的规则办事。在这个社区，不允许有个性的人出现，不允许标新立异，不允许有小我，必须为社区服务，甚至为社区献身。这不就是一个打着乌托邦旗号，实际是插教的邪恶组织吗？金发妹儿被直接忽悠瘸了。为了将社区发扬光大，金发妹儿被当成了生育工具，强行嫁给了独眼哥。寂寞的独眼哥也是毫不客气，当晚立马邀请金发妹儿洞房花烛。金发妹儿被多次洞房，意识模糊，体力不支，渐渐与社区融为了一体。关键时刻，同事卷发妹儿也来租房，一套折磨流程走完，她却比金发妹儿意志坚定多了。好说歹说，就是不上当，搞得金发妹儿都看不过去，上前游说卷发妹儿加入。卷发妹儿软硬不吃，管理员准备给她用私刑。眼看卷发妹儿要被搞惨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金发妹儿突然就醒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么突然，她救下卷发妹儿跑路，可惜还没跑出门口，卷发妹儿就被管理员一枪送走。脑瓜子嗡响的金发妹儿拿起凶器就往管理员身上猛插，管理员领了盒饭。邻居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全部围了上来，看这阵势是走不掉了。关键时刻，独眼哥站了出来，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呐，他牺牲自己帮助金发妹儿成功逃亡。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结果金发妹儿跑到大街上一看，其他的社区都响起了报警铃声。这样看来，米国大陆已经沦陷了。金发妹儿到底该何去何从呢？熊妹儿我也不知道呀，想知道的话，只能问问导演啦。这个熊妹儿聊电影这么顶，关注他呀！关注他，关注他，关注他！